宿主，你千萬別着急，下次還有機會，先把這種藥的用完再說嘛。逆天去疤膏含有頂級修復維納米因子，能促進細胞生長，修復一切受損肌膚，讓皮膚恢復如初。凤扶摇竟然真的幫他搞到了系統獎勵了，這也太逆天了吧！這和傳說中的神仙有什麼區別？王爺，隨我過來，我有一件特別的禮物送給你。王爺，我幫你找到了治療疤痕的藥膏，據說只需1個月左右便能讓疤痕恢復如初。你趕緊將面具取下來，讓我幫你塗抹藥膏好不好？哦，對了，你後背被狗咬過的疤痕，我也幫你一起涂一涂。這個藥是我從一個遊方道士那裡得來的，也不知好不好用。迎着少女期待的目光，沈君慈突然有些害羞和忐忑。若是取下面具，她看見自己醜陋的疤痕，會不會嫌棄她？會不會後悔嫁給他？美麗的眼睛中會不會不再冒出粉色的小星星了？會不會因此嫌棄他，不再愛他了？王爺，快點将面具取下來，讓我幫你塗藥啊！我保證1個月後，你的左臉和右臉一樣完美無瑕。王爺，你就算戴着半面面具，也帥得讓人神魂顛倒。若是治好疤痕，取掉面具，還不知會迷死多少女人呢？要不，還是我自己來抹藥吧。疤痕坑坑洼洼的，特別的難看，我怕嚇着你，害你做噩夢呢。怎麼會呢？王爺，你就算有疤痕也是帥的呀，怎麼會因為有疤痕就不帥了呢？放心吧，我不會嘲笑你的。在少女耐心的鼓勵下，沈君慈終於下定決心，緩緩伸出手摘下左臉的面具。隨着面具移開，露出了半張毀容的左臉，左臉肌肉被利器劃了一道道扭曲的斑痕，又因為潰爛而變得坑坑洼洼、凹凸不平。沈君慈難堪地垂着睫羽，一顆心如同15個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的。他害怕面對心上人失望而嫌棄的目光，他更害怕好不容易得到的愛情因此失去了。阿慈，那時候你還那麼小，一定很痛很難過吧？我要是能早一點認識你就好了，我一定會想盡辦法保護你，陪着你，幫你緩解你的痛苦。你經歷了那麼多苦難，卻還如此優秀頑強，你真的很讓我佩服。你的臉雖然不完美，但卻並不影響你的帥氣，反而讓你充滿了男人的獨特魅力，我很喜歡。瑤兒，謝謝你，認識你真是太好了，我想要永遠跟你在一起，一輩子的那種。不管這一輩子是1年、2年、3年，還是30年、60年，只要是可以跟你在一起，我便覺得很滿足、很幸福、很值得。謝謝你為我做的這一切，我喜歡你叫我阿慈，以後你叫我阿慈好不好？瑤兒。阿慈，我從來沒有戀愛過，也不知情為何物，但是你不在家，我會想你，擔心你，牽掛你，你陪着我，我會覺得幸福而又甜蜜。我想那一定是愛情的滋味，我一旦愛上一個人，便會對他全心全意，恨不得將心掏出來給他。阿慈，這段時間我也一直在糾結，到底要不要為你付出真心。你喜歡我，還會喜歡別的女人嗎？我想要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美好愛情，你能給我嗎？你現在娶了我，以後還會不會娶側妃、姬妾什麼的？瑤兒，你的想法也正是我的想法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弱水三千，我只想娶一瓢。其實我不怕你笑話，我其實挺害怕女人的。我所接觸的女人，為了爭寵奪利，陰謀詭計層出不窮，人前一套人後一套的，面目可憎，着實令人厭惡。我原本是不打算成親的，更不想身邊圍着一群女人算計來算計去的。奈何父皇為我施壓，逼我成親，逼着我將你娶進門。我原本想着你是花老將軍的外孙女兒，而花老将軍与我有恩，所以我娶別人還不如娶你，至少把你給放在身邊會放心一些。只是沒有想到，瑤兒，你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，你帶給了我無限的驚喜，你真是讓我喜出望外，感覺到自己像是撿到了宝貝似的。你要笑死我了，女人是洪水猛獸嘛，将你吓成那個樣子。你平時又酷又拽又毒舌，阴險狡詐，冷酷無情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。沒想到你竟會對女人如此恐懼。那你怕我嗎？我又草包又花痴，還在新婚夜刺殺過你，你不擔心我是姬皇後派來刺殺你的奸細？瑤兒，你跟他們非常不一樣，他們千方百計想要害我，想要取我的性命，而你是千方百計想要救我，对我非常的好，从来沒有人像你對我這樣好過。我從小活得非常艱難，過得非常淒苦，受盡了欺凌還有羞辱，我遭到過無數次的算計，無數次的暗殺，無數次的死裡逃生。
我的內心充滿着恨意還有不甘，我不知我要如何去愛一個人。瑤兒，請你再給我點時間，讓我學會去如何愛你。如果我做得不夠好的話，你便告訴我，我會盡量去改正我的不足。答應我，永遠都別離開我好嗎？瑤兒。阿慈，剛好我和你一樣，也不知如何去愛一個人，也是一隻不懂愛情的菜鳥。我們倆一起學着如何愛對方，好不好？我們可以當兩隻互相取暖的小烏龜，緊緊抱在一起。為何會是小烏龜，而不是別的東西啊？比如說是小狗啊、小鴨子，還有小豬什麼的。因為小烏龜很可愛啊，背着殼能隨時保護自己。沈君慈望着少女俏麗的容顏，一顆心狂跳不止。他慢慢俯下身，吻住少女甜美的唇瓣，唇與唇相觸，如同磁石一般緊緊地吸引在一起，並爆發出幸福的味道。她的唇像糖果一般甜美迷人，讓人欲罷不能。凤飛要順着自己的真心與喜歡的男人甜蜜相吻，芳心如小鹿一般亂跳，時間仿佛靜止了下來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男人終於放開懷裡的女人。瑤兒，你沒事吧？我擔心又把你給親暈了，所以剛才我才不太敢使勁兒，我生怕你暈過去。我没有被你親暈，卻要被你笑暈了。和你在一起真的很開心，很快樂。難道這就是戀愛的感覺？和你在一起，我也覺得很開心，很幸福，那種感覺真是讓人欲罷不能呢。阿慈，你坐下，我來幫你擦藥吧。他讓春燕打了一盆水來，幫沈君慈洗過臉，接着拿出疤痕藥膏，將藥膏仔細地塗抹在他的左臉上。阿慈，以後晚上塗完藥膏能不戴面具嗎？這樣能讓皮膚自由呼吸，更好吸收藥膏。白天你想戴便戴着，等傷疤完全康復之後再取下來也行。我會爭取在你寒毒發作前，幫你想辦法得到治療寒毒的解藥。以後晚上塗完藥，我便不再戴上面具。不過白天我需要繼續戴着，這樣行事更為方便些。寒毒糾纏了我多年，你若是可以順利得到寒毒的解藥會更好。若是得不到的話，也不必勉強你自己的。我不想讓你再受到任何的傷害了，我一點也不想，真的。放心吧，我不會再受傷的。上次採花賊事件只是個意外，我有我的辦法得到我想要的東西。阿慈，塗上藥膏後感覺怎樣？疼不疼啊？塗藥的地方逐漸變紅了，不會有別的反應吧？塗藥以後開始有一些輕微的刺痛，接着就是清涼麻癢的感覺，接下來皮膚似乎會一會兒涼一會兒發燙，這種感覺不但不難受，還十分的舒服呢。阿慈，臉上的藥膏塗完了，你脫去上衣，我幫你將後背的疤痕也塗一下藥膏。沈君慈一言脫去上衣，露出精壯結實的上半身，8塊腹肌線條分明。鳳飛遙驚訝地瞪大了美眸，正大光明地看着她性感的身材。娘子，為夫好看嗎？好看，夫君是這世上最好看的男子，沒有之一。容貌好看，身材一流，我真的好喜歡。哦，沒有之一？難道娘子還看過別人啊？我沒有看過別人，我只看過你，真的。騙你是小狗。1000年後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不需要騎馬，出行都是坐汽車、坐火車、坐飛機，千里之遙幾個時辰就能到達，十分便利快捷。滿大街都是舔着啤酒肚的油膩大叔，還有光着膀子的。人們吃得多，鍛鍊得少，滿身都是大肥肉，哪裡還有什麼8塊腹肌啊？哪像我家夫君啊，長得好看，身材一流，每天等得讓人流口水。滿街都是光着膀子的男人，這成何體統？鳳飛遙將藥膏厚厚地塗抹在他後背的疤痕上，並仔細按摩，促進藥效吸收。這一晚，兩人相擁而眠，感受到了從未曾感受到的溫馨。接着又用了数日去疤痕的藥膏，效果十分明顯。沈君慈左臉的疤痕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逐漸恢復，而他後背被狗咬過的疤痕亦是如此。按照這樣的速度，沈君慈那張絕世神颜不到1個月便能恢復如初。阿慈，生意才幾日功夫啊，香水便賺了數千兩銀子。怎麼樣，我是不是很厲害？娘子真是太厲害了，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樣的厲害，令為夫佩服的五體投地了。店鋪的事情讓小魚去操心吧，生產之事也讓管事的去操心，你負責收銀子就好，可千萬別累着自己了，那樣為夫真的會心疼，真的。知道啦，我會把銀子存起來，以備我們不時之需。阿慈，這2日我忙着香水生意，都沒有為你塗藥。每次晚上問你，你都說自己塗過藥了。你現在將面具取下來，我幫你塗藥，好不好？我還以為娘子為了賺錢將夫君給忘了。唉，夫君哪有銀子重要嘛？哎呀，好啦，夫君不要生氣嘛。在我心目中，银子哪有夫君香啊？
就算給我1個億，我也會選夫君而不是銀子。好啦，我幫你取下面具，為你塗藥，好不好？隨着面具移開，露出一張完美無瑕、妖孽無雙的絕世神顏。阿慈，你的傷疤全好了，短短半個月的時間，你的傷疤竟然完全好了，真是讓人難以相信啊！太好了，我好喜歡啊！這藥膏太神奇了，難怪這2日你不願意讓我幫你塗藥膏，原來你是想給我一個驚喜。瑤兒，謝謝你幫我治好了疤痕，我愛你。說着，微微彎下腰，櫻花般的唇瓣輕輕壓在她嬌嫩的唇瓣之上，她的吻溫柔纏綿，柔情似水，如同對待絕世珍寶一般。和最開始強吻她時笨拙的模樣相比，顯得熟練多了。面對絕世美男的親吻，鳳扶搖幸福的快要飛起來了，感覺到臉頰滾燙，心跳加速，腦海中更是一片空白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沈君慈終於放開甜蜜可人的少女，輕輕將她抱了起來，放在床上。瑤兒，我心悅你，我想要永遠跟你在一起，你願意永遠跟我在一起嗎？我認定一個人，我便會對他一心一意，不會再去喜歡別人，我更不會跟那配種的豬一樣，朝三暮四，處處留情。你若是不相信我的話，便給我一次機會，觀察我一段時間，若是我可以讓你滿意，你再把心交給我，好嗎？配種的豬？你將自己比喻成配種的豬？小壞蛋，那不是擔心你胡思亂想嗎？這一次的吻愈發甜蜜纏綿，2顆孤獨的心如磁石一般緊緊地吸在一起，再也不想分開。次日便是衝為大考的第1日，鳳扶搖卻接到大長公主的請帖。大長公主不是個善茬，你若是去參加她的宴會的話，我擔心你會受氣的。再說她這種盛氣凌人的，你跟她來往幹嘛？沒有這個必要的。宿主，這次宴會你非去不可。你知道大長公主的母妃是誰嗎？大長公主的母妃是誰啊？哎呀，大公主的母妃乃是叶國當今皇帝的親妹妹。叶國這位皇帝能力突出，野心勃勃，頗有手段，一心想奪回當年被大龍國先帝奪走的城池呢。他覬覦大龍國豐富鐵礦資源已久，一直想滅了大龍國，將之佔為己有呢。3年後啊，大龍國之所以滅亡，與葉國多年布局有很大關係。你想啊，3年後扎太子剛剛坐上皇位，葉國便攻破了長安城，滅了大龍國。歷史記載，葉國為了滅掉大龍國，曾在大龍國布下諸多眼線，推波助瀾。這位大長公主的母妃乃是葉國公主，而這位大公主極有可能便是葉國重要棋子中的一顆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你恰好可以趁此機會了解大公主，若能抓住她造反通敵的罪證，提前將之除掉，那再好不過了。葉國為了滅掉大龍國，曾在大龍國布下諸多眼線。大長公主可能是葉國滅掉大龍國重要棋子中的一顆。如此看來，此次桃花宴我非去不可了。不與大長公主結交，我還真沒有機會抓住她通敵賣國的罪證。為了拯救大龍國，我這是要與天鬥，與地鬥，與各種奸細鬥啊！聽聞這位大長公主為人奢侈，極要面子，我得備一份大禮才行。看來他得好好調查調查這大長公主了。阿慈，我還是去參加一下大長公主的宴會吧。畢竟從身份而言，她是你的皇姑母，我是她的侄媳婦。我若不去，也太不給她面子了，會遭到別人非議的。你去的話也可以，不過萬事都要當心一些。到時除了安慰5、6、7，我多給你派8個侍衛保護你。桃花源在郊外，雖說風景優美，但是路途有些遠，多派幾人保護你的話，我更放心一些。這幾日乃是春闈考試了，我需要去加強長安城的防衛，你自己多加小心一些。人家只是去參加一個宴會，又不是去赴死，你不用太過緊張。派這麼多人跟着我，真的不會被人笑話嗎？瑤兒，你受傷剛剛康復，我不想再讓你受到任何的傷害，哪怕是一丁點兒也不行。我每每想起上一次探春宴的事情，我便心有餘悸。他們那次明顯是想要算計你的，若不是你機靈，怕是早就中了他們的圈套了。本王每每想起，那真是氣得夜不能寐，恨不得把他們全給殺了。那幾個加害你的人，本王是一個也不會放過的。聽說前幾日姬旦又被人敲斷一條腿，還有姬山與人衝突，被人捅了一刀，躺在床上半死不活。太子被你參了一本，被皇上狠狠教訓了一頓，罰了半年的俸祿。這些事情不會都是你的手筆吧？誰敢傷害你，本王便去滅了他。沒要他們的狗命，本王已經很仁慈了。瑤兒，你是我的逆鱗，誰也不能傷害你。
被男神呵護的感覺真的好幸福啊！這一世能和他相識、相知、相愛，就算讓我為他死去，也是值得的。這樣深情的王爺太讓人上頭了，我真的好喜歡啊！瑶兒，這一生能夠認識你，真是我的福氣。和你在一起，我感到每天都會很幸福。我們倆都要好好的，以後我們要幸福生活一輩子。聽你的。當鳳扶摇帶着2個丫鬟、5、6、7等5個侍衛趕來桃花源時，此處早已聚滿宗親貴婦及其之年的皇家貴女、名門閨秀等等。你和鳳扶搖雖為姐妹，你卻貌若天仙，舉止端莊，生生的將那個給比了下去。聽說上次在探春宴上，他出盡了風頭，騙了太子殿下和雞蛋不少的銀子，可有此事啊？這鳳扶搖行為一向乖張，驪王娶了她呀，皇室真是被他丟盡了颜面。聽聞扶摇在上次的探春宴上做了不少的菜肴，這傳言可是真的？他是如何騙走太子殿下那麼多銀子的？就算她嫁給驪王殿下，還是狗改不了吃屎。還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为人大度，大人不计小人過。這要是換成了別人，被騙了這麼多銀子，怕是不會罷休的。他從小到大連廚房都未曾進過，能做出什麼菜肴？不過謠傳罷了。他確實騙走太子殿下不少銀子，足足有16000兩之多。我的天哪，竟然騙走這麼多銀子，你們為何不報官啊？對呀，去報官吶，將銀子要回來，不能便宜他。太子妃肯定是看在她是你姐姐份上，才不與她計較的。她這種人實在是太過分了。哎，做事哪能做得那麼絕啊？再說，她是我的姐姐呀。離王妃到！眾人眼神複雜，紛紛抬頭，便看見一道高挑玲瓏的身姿，步步生蓮般，踏着陽光，裊裊婷婷地走了進來。各種眼刀紛紛聚集在鳳扶摇的身上，眼神複雜，心思各異。傳說中的鳳扶搖不是醜女嗎？真容竟長得如此秀美绝倫，讓人驚豔。扶摇拜見姑母，姑母安康吉祥，萬事順意。扶搖聽聞姑母喜歡熏香之物，特意獻上限量版香水1盒。春燕和春香捧着一個精致的檀木匣子，打開匣子，飄出一股醉人的清香。此乃最近長安城火爆的楚楚留香限量版香水，是我特意為姑母定制，一共有5種香味：玫瑰香、桃花香、桂花香、白果香以及百花香。每一種香味都有其獨特之處，讓人如沐春風。使用後就算過一整天，香味也不會消失。如此，姑母便卻之不恭了。侍女上前接過匣子，小心地收了起来。我的天，这竟然是楚楚留香的限量版香水吗？王妃是如何搶到的？難道您認識那家店的老闆不成？王妃，您能幫臣妾也搶一些嗎？臣妾派人去搶了好幾次都沒有搶到。這楚楚留香的香水賣的實在是太好了。嘿嘿，這位夫人也有瓜吃，她呀乃是內閣大學士的夫人。但是他喜歡的人是青梅竹馬的表哥，奈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只好嫁給不愛的內閣大學士，生的2個孩子也是表哥的。內閣大學士將2個孩子視若珍寶，對他紅杏出牆的事壓根兒不知道。這個女人不知為內閣大學士戴了多少頂綠帽子。他表哥喜歡他用香料，他自從用過香水後便迷上了香水，他肯定是打算用不同的香水味去勾引他表哥呢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們也沒有搶到。哎，有沒有關係搶幾瓶呢？楚楚留香的香水太好聞了，用過之後啊，再也不想用別的香料了。驪王妃能幫我們搶香水嗎？哪怕貴一點也好啊。大家想要香水，我有辦法滿足你們的需求。楚楚留香的香水乃是我研制出來的，楚楚留香的店鋪也是我開的。大家若是喜歡，可在桃花宴結束之後，於今明2日去楚楚留香交定金預定。凡是今明2日預定交費的，按市面價打8折，10天內完成交貨。王妃，我現在就想預定10瓶。我也要預定5瓶。我現在要預定，每種香味要1瓶。鳳扶搖被眾人圍在中間，差點被擠倒了。大長公主見自己的風頭被鳳扶搖搶走了，心中很是不快。今日乃是桃花宴，不是來搶貨的。等桃花宴結束了，你們再去楚楚留香預定吧。大家都不用急，明日我會安排一個管事專門在店裡接待大家，屆時大家只需讓下人帶着桃花宴的帖子過去，便能按照8折交貨給大家。哎呀，驪王妃人美心善，連香水也做得出來，真有本事。自從用了香水之後啊，什麼香料都不好用了。鳳拂雪冷眼盯着，嫉妒的眼裡恨不得噴出火來。我們現在出去轉轉，欣賞桃花美景吧。每年桃花宴，大家都會吟詩作對，參加各種活動，欣賞桃花江大好的春色。別忘了大家今日來的正事，切莫喧賓奪主了。姐姐，好久不見，姐姐氣色越發好看了。前幾日聽聞姐姐女扮男裝去逛百花樓，還找了個小官聽曲子，在青樓為小官爭風吃醋，與人大打出手，差點連命都丟了。
聽說後來還是離王殿下找到青樓，強行把你帶回去，因此将你教訓了一頓，打得你几日下不來床。姐姐做事還是一如既往不着邊際，這等不知廉恥的行為，到底何時才能改一改呢？你現在已經嫁入皇家，一言一行代表的乃是皇室颜面，青楼那等阿杂之地，豈是你能隨便去的？以後做事切莫再像以前那般瘋瘋癲癲，凡事要考慮自己的身份。凤福雪此言一出，四周一片哗然。大长公主阴沉沉的一笑，嘴角充满了轻视和嘲讽。那些刚才还在拼命抢香水的貴婦，看着凤扶搖的目光，不知不覺的帶了一絲異樣。我怎麼聽父親說，那採花賊男扮女裝，堵在星樓伺機作案，是離王妃和離王殿下裡應外合，將採花賊抓捕歸案的呢？聽聞離王妃抓賊有功，皇上還獎勵他500兩銀子。此事皇上已經在朝堂之上宣布過，是不會出錯的。有些人將此事亂傳一氣，傳來傳去，並傳得變了味兒了。此事我也是從太子殿下那裡聽來的，怎會有錯？包庇惡人，便是與惡人為伍。徐媛媛，你看情況再說話。難道你自輕自賤，想要和他這種人同流合污嗎？太子妃言重了，我父親也去上朝了呀，怎麼會說錯？我父親親耳聽見皇上說的，皇上親口誇讚離王和離王妃，難道太子妃說的話比皇上說的話還要有用？女子固然不能自輕自賤，但隨意污衊別人更是可惡。還是徐小姐明辨是非啊，不像某些小人眼盲心瞎，故意扭曲事實，胡亂編排是非。敢問太子妃，你那日去了百花楼的現場嗎？那等阿杂之地，本太子妃怎麼可能去？倒是你，听闻你恬不知恥找小官，皇室颜面和凤家族颜面都被你丟光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怕是不會出來丟人现眼，讓人戳脊梁骨。你倆給本宮一個薄面，都別吵了。女子怎麼能隨隨便便去逛青樓呢？3從4德還是要遵守的。離王妃，你說是不是啊？雖然本宮是很喜歡你的香水，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本宮還是要批評你一句的。大長公主乃明白事理之人，自然絕對不會像某些齷齪小人一樣故意歪曲事實的。皇上已在朝堂嘉獎過我和離王殿下，想必大家不會不知情吧？不但如此，還故意藐視皇上旨意，用心險惡，其心可誅。鳳福雪，看來你是打算故意和皇上作對了。太子妃知道事情真相，卻故意搬弄是非，扭曲事實，未免太下作了，着實令人不齒。我沒有，此事本宮並不知情。哼，大家既如此好奇那日之事，我便勉為其難，為大家澄清一下那日真相，省得某些人是非不分，故意扭曲真相，往我頭上扣屎盆子。那日乃天道閣抓捕採花賊的最後期限，且長安城大街上又發現一具女屍，死狀極慘。我夫君離王查出，百花樓的花魁葉來香便是採花賊。那人十分狡詐，稍有不慎便會讓他逃之夭夭。於是我女扮男裝，假裝與他見面，拖着他，與夫君裡應外合，將他抓捕。我為了拖住他，與他奮力打鬥，因此身受重傷，躺了幾日。皇上得知此事後，認為我巾幗不讓須眉，還獎勵了我500兩銀子。採花賊破壞我大龍國春闈考試，任何參與之人，人人得以誅之。有些人不辨是非，不長腦子，眼盲心瞎，用心險惡，刻意歪曲皇上的意思，這種人比採花賊更可惡，才是最可恨的存在。鳳福雪，你膽敢以下犯上，用心險惡，其心可誅，你怕不是和那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採花賊是一夥的吧？離王妃，你真是太厲害了，我好崇拜你呀！沒錯，你說的採花賊之事，還是我父親從皇上那裡聽來的，是不會有錯的。哼，有些人便是看不得別人好，惡意抹黑，心都壞透了。太子妃殿下，我說的不是你，真的不是你。不過太子斬殺蕭良娣之時，你是不是也在場？你當時為何不勸勸太子殿下呢？離王妃好樣的，我們要向您學習。原來離王妃也會武功，實在是太厲害了。鳳扶搖，你休要血口噴人。採花賊之事我也是聽別人說的，我怎麼可能惡意扭曲皇上的話，和採花賊是一夥的？你休要胡言亂語，給我亂扣屎盆子。鳳福雪，希望你和採花賊不是一夥的，否則天道閣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惡人的。你為了討好太子，不停往他房間塞美人，美人雖然好，可是不管好後院是會出事的。我記得上次探春宴，蕭良娣和姬玉柔與姬山通姦，被我們當場捉奸。太子殿下大義滅親，怒斬蕭良娣，血濺當場。太子被戴了一頂大綠帽，一定感到屈辱而又難過。你可要好好勸勸他，千萬不要太過傷心啊！你身為太子妃，應該明辨是非，管理好太子後院，而不是縱容他們穢亂宮廷，為皇室蒙羞。鳳福雪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，氣得直打哆嗦，卻百口莫辯。天哪，不是說蕭良娣是暴斃而亡的嗎？竟然是被太子殺死的！這姬山可是太子殿下的堂舅啊，這也太亂了吧！
還有那個姬玉柔，竟然和亲叔叔，真是不知廉恥。聽聞太子殿下每天都換美人，原來是太子妃塞進去的，真是笑死個人了。太子后院之事，還輪不到你來下操心。哼，你管好自己的後院才是正事。都別吵了，去觀景台看風景，吟詩作對才是正事。有沒有真才實學，待會兒一試便知。哼！眾人很快到達觀景台，觀景台前面的空地上設有各種比試之處，如遠一點的賽馬場，近一點的吟詩作對之處，射箭投壺之處等等。鳳飛要注意到2樓大廳的一側是有單獨休息室，休息室鏤空雕花的窗戶上拉着幕簾，從外面看不清裡面的情形。鳳飛总覺得裡面藏着人，在窺視他們這些女人的一舉一動。宿主，有大瓜！關於長公主的大瓜，想不想吃瓜？保證能噎死你！瞧把你激动的，大长公主有什麼大瓜呀？趕緊說。大长公主虽已年近40，卻極好男寵，還都是一些身強體壯、17、18歲的絕色男寵，尤其喜歡多人遊戲。今日她將幾個最喜歡的男寵偷偷帶了過來，就藏在2樓單獨的房間裡，說不定正在偷偷看你們呢。不但如此，聽說她與不少大臣暗中都有裙帶關係。你知道大長公主在野史上還有一個響當當的綽號嗎？哎呀，這大長公主一把年紀了，竟然如此風流。她在野史上有什麼綽號啊？我怎麼不知道啊？你能不能一口氣把話說完啊？別藏藏掖掖的吊人胃口。因其容貌絕豔，野史上被稱為絕色妖姬。其實葉國皇族有一個更嚇人的族名，血族。這血族啊，還有一個特殊癖好，你一定聽說過。絕色妖姬，血族，怎麼越來越玄乎了？我對葉國這個國家的歷史了解並不多，只知道他們國家乃彈丸之地，喜歡侵略別的國家，而且特別好鬥嗜血，為了目的不擇手段。至於到底有多變態，我還真沒了解過。你若知道，趕緊告訴我，別賣關子了。我這吃瓜的心呢，都快爆炸了。葉國皇族也稱為血族，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吸血鬼家族。血族有個變態嗜好，喜歡飲用新鮮血液。他們通過飲用新鮮血液來維持身體中的神秘內功，並且能保持容顏不變。血族的祖先因重視人類生命，選擇吸食動物血液而不是人血。然而葉國某些皇室貴族女人卻偷偷飲用少女鮮血來保持美麗容貌。正因這個變態嗜好，所以他們子嗣艱難，還常常生出畸形後代呢。你可知道你夫君離王曾經在葉國做人質之事嗎？這瘋狂虐待過離王的宇文兄妹便是一對畸形連體怪胎，他倆身體相連，心意相通，且為人殘忍嗜殺。這對兄妹有沒有這種變態嗜好，野史上沒有記載過。不過聽聞這對兄妹容顏絕豔，想必也是淫邪的。原來虐待我夫君之人便是宇文兄妹那对变態。我夫君在治療前後背有幾個碗口大的疤痕，看着慘不忍睹，便是那對連體怪胎放狗咬傷了他。若是讓我遇到這對變態連體嬰，我是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。大長公主的母親便來自葉國神秘的血族，她母親容顏美麗，心地善良，非常排斥淫血這個變態嗜好。而且因為大龍國乃教化禮儀之邦，禁止貴族隨意虐殺百姓和下人，又加上她母親也是數10代血族後代，所以她拒絕飲用血液，特別是人血。大長公主只有一半血族血統，按道理來說不應該有淫血嗜好，然而結果恰恰相反。野史記載，她為了維持美麗容貌，沉迷於這個變態嗜好不能自拔，不但嗜好淫血，還偷偷蓄養少女女奴，以滿足自己變態的慾望呢。另外，她曾經喜歡過你的父親豐佐丞相。啥？她喜歡過我那個便宜爹？我爹為啥沒娶她呀？這女人都快40了，容貌看着跟20歲小姑娘似的。天知道她虐殺過多少無辜少女啊！這件事情我一定要調查到底。若是能抓住她虐殺少女的證據，我便能滅了她。當年你爹高中狀元，被大長公主一眼看中。不過你爹喜歡的人是你娘，花老將軍那個文武雙全的女兒。所以當你爹聽說大長公主看上自己，便火速和你娘成了親，絕了他的念想。此事將大長公主氣得半死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下嫁後來的駙馬爺。後來你娘生你时去世後1個月，你爹便娶了姬夫人田房。哎，宿主，我好像搜到另一個大瓜，和你這具身體的親娘有關係。大瓜和這具身體的親娘有關？怎麼說呀？難道我這具身體的親娘不是死於難產？恭喜你答對了，這裡面應該有陰謀。
我搜到的消息是，你娘生原主时確實難產，但並非死於難產。她當時生產時生了3日3夜，非常費勁，但是後來還是順利將原主生了下來。哪裡知道生完孩子當天夜裡突然大出血，血崩而亡。所以豐佐丞相對外宣布原主娘死於難產。原主娘為何會突然血崩？似乎和姬夫人有關。姬夫人乃是姬皇後的妹妹，當初在宴會上對你爹一見鍾情，只是你爹已經有了你娘，且你娘已經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兒子，還懷了你。你娘的死是否和姬夫人或者姬家有關，我暫時還搜不出來。不過你可以偷偷調查一下，也許能找到真相呢。風扶搖心中翻江倒海，一時無法平靜，決定等桃花宴結束，好好的調查一下姬夫人身邊的人。大長公主这次邀請你過來，肯定不懷好意，你要當心些。我知道的，有關於大長公主的任何大瓜，要記得及時告訴我，千萬不要藏藏掖掖的，害得你家宿主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只要是狐狸，便一定會露出狐狸尾巴的。風扶搖抬眼打量着眼前的燕來山，燕來山的另一邊是一大片綠瑩瑩的草地，成群結隊的馬匹在草場上悠閒地吃着草。为什么会有那麼多馬匹呢？難道燕來山的另一邊乃是私人養馬場？他的目光掃過被幕簾遮住的房間，似乎有幾道視線正死死盯着他。小瓜，你能查出2樓窗戶後面是什麼人嗎？為何我總覺得窗簾後面有人在窺視我？這上面那個房間好像是2個人，至於身份我現在查不住，你自己多加注意一些，千萬別中了大長公主的圈套了。大家想用點心的便去用點心，想要參加吟詩作對的便參加吟詩作對，只要是桃花宴中的比賽項目都可以隨意去參加，不想參加比賽的在回廊上觀賞桃花美景也是可以的。這次桃花宴上的所有比試內容都將和往年一樣，有詩詞比賽、騎馬比賽、射箭比賽，以及投壺、彈琴、畫畫等等。每一項比賽呢，本宮都請了國子監的夫子進行監督和測評。每一項比賽，凡是拔得頭籌的都會有豐富的獎勵，所有的比賽過程都將被記錄下來，並對外公布比試結果。凡是比賽成績優異者，都將在桃花宴記錄上留下重要的一筆。參加與否自由選擇，桃花宴不做強行的要求。本宮宣布，桃花宴現在開始，大家去參加自己喜歡的活動吧。本宮乏了，先上3樓小憩一會兒，你們自便吧。王妃，我們去那邊觀看詩詞比賽好不好？這次是不是你第一次來桃花宴的？我也是呢。我跟你說，詩詞比賽獎品最是豐厚，參加之人也最多。凡是勝出者，不但會張榜表揚，還會得到朝廷嘉獎呢。這第1名啊，獎勵500兩銀子；第2名獎勵300兩；第3名獎勵100兩。除此之外，還有桃花宴定制獎品，獎勵十分豐厚。據說今年的獎品乃是吳清之大師有名的桃花圖。當然啦，你不想參加也沒有關係，也可以在一邊看熱鬧，不強求的。2樓某個房間，容貌妖豔的男女緊緊靠在一起，站在幕簾之後，他們正通過窗戶的縫隙暗暗打量着人群中那道光彩奪目的絕色身影。哥哥，你心跳加速，耳根通紅，不會是看上那個賤人了吧？你說他鮮血的味道會不會比別人的更加甜美？我們將他抓住，嘗嘗他血液的味道，如何？我只要一想到這個賤人霸佔了蠻奴的身子，便想用他的血液來沐浴，將他身上的血喝光，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樣子。蠻奴只能屬於我一個人，只有我才有資格得到他的身子。只要一想起小時候他被我們打得遍體鱗傷，被我們的狗咬得半死不活，我便亢奮得不能自已。我一定要抓住他，狠狠地虐待他，讓他跪在我面前，像卑賤的狗一樣向我求饒。等抓到那個女人再說吧，你先別做白日夢了。如今的沈君慈身份尊貴，手握天道和實權，身後還有不少支持勢力，早已今非昔比了。想要抓住他，怕不是那麼容易之事。我們得好好謀劃謀劃。哥哥，你休要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沈君慈身後並無母族支持，我們想要滅他，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嗎？不如先將鳳扶搖那個賤人抓住，讓我們嘗嘗他鮮血的味道，再用鳳扶搖那個賤人來引沈君慈上鈎。聽聞他倆夫妻恩愛，日日交頸而臥，感情好得讓人嫉妒。我就不信了，說我們抓住鳳扶搖，沈君慈會見死不救。到時候我一定要狠狠折磨這個卑賤的蠻奴，
將他折磨得越慘，我便越開心。啊，也許我們今日便能得手，抓住這個女人。為兄也想嘗嘗她的血液，看看她的味道是不是甜的。啊，看把你們給急的，就這麼急不可耐想要抓住她？怎樣？她是不是長得很不錯呀？她的血液一定分外的甜美。本宮將人給你們請來了，後面如何就看你們的了。风扶搖搜索原主的記憶，对吴清之大師似乎有點印象。據說他畫的桃花栩栩如生，被天下文人爭相追捧收藏，一幅畫價值千金，而且有市無價，十分珍貴。瑶瑶，瑶瑶，你也來了？嘿，你俩也來桃花宴啦？太好啦！早知道我們便一起過來了。要參加詩詞比賽嗎？聽說獎品非常豐厚。比賽騎馬我還行，比賽作詩還不如殺了我呢。我剛參加騎馬比賽就沒有跑得過我的，妥妥的第一名。我和蓉蓉還去參加了投壺比賽，蓉蓉很會投壺呢，可是我不行。瑤瑤，你上次抓賊受傷，身體好些沒有？我還以為你今日不來了呢。以前你就從不參加桃花宴的。哎，這不是大才女嗎？我記得去年桃花宴你做的是取得第3名的好成績，今年還打算參加比賽嗎？去年奪得第1名的才女乃是劉太師家的女兒劉淑琴。劉淑琴雖然年僅16歲，不過在詩詞造詣上確實不錯。我去年已經參加過，今年便不參加了，還是將機會留給其他人。哎，你們不知道吧？聽說劉太師乃是太子殿下的恩師，劉太師有心將劉淑琴許配給太子做他的側妃呢。等太子繼位後，他便有機會成為貴妃啥的。劉太師此人善於溜鬚拍馬，左右逢源，算盤珠子打得可溜了。只可惜那劉淑琴長得歪瓜裂棗，聽說太子殿下不喜歡。徐媛媛，你個長舌婦，竟敢在後面說我壞話！你是嫉妒我詩文比你好，讓你羨慕嫉妒恨吧？有本事你來和我比試比試，在後面當長舌婦算什麼本事？宿主，關於劉淑琴的新鮮熱瓜來了。她去年確實得了詩文比試第1，不過去年的4位評委有2人被她爹打臉過。劉淑琴的父親劉太師有一個癖好，喜歡偷偷摸摸養雞妾，在外面置了幾套別院。他夫人生性善妒，是出了名的母夜叉，他在夫人面前非常老實。而劉淑琴此人心腸歹毒，比他母親還要壞呢。有一次，劉太師別院的小妾為他生了個兒子，此事被劉淑琴母女倆得知，便趁劉太師不在的時候，偷偷找到別院。劉淑琴假裝去抱還沒滿月的弟弟，卻將弟弟狠狠摔在地上摔死了。不但如此，劉淑琴還夥同他母親，將還在坐月子的小妾活活打死。劉太師回家聽聞此事，還大病了一場呢。可是劉太師並不敢聲張，擔心家醜外揚，影響女兒找婆家。他還想着將劉淑琴嫁給太子，以後憑他一飛沖天呢。有些人明明什麼都不是，卻偏要拿自己當根蔥，哼，真是笑死個人了。就算飛上枝頭當了鳳凰，不還是什麼都不知道，連字都不認識幾個？這地方你來幹什麼呢？太子妃殿下，您說是吧？风扶摇当然听得出來，這鞋拔子臉說的是自己，腳步一錯，便出現在劉淑琴面前，一把揪住她的衣襟，將一撮真心話大冒險塞進她的衣領中，繼而抬手一巴掌扇在她的臉上。你這個毒婦，你憑什麼仗着自己是王妃便仗勢欺人？我到底哪裡惹到你了？你自己幾斤幾兩？難道你自己心裡沒數嗎？你如此囂張，敢不敢和我比試作詩？你剛才指桑罵槐，辱罵本王妃，以為本王妃聽不出來嗎？你這等品行惡劣之人算什麼才女啊？怕不是沽名釣譽、作弊得來的才女吧？你想和本王妃比試作詩？你以為本王妃會怕與你比試啊？你休要血口噴人！我要和你比試作詩。聽聞你在探春宴出數數題很厲害，不知是否名副其實？我只想問你，敢不敢和我比試？姐姐，去年你不是不敢來參加桃花宴嗎？爹爹讓你來，你卻躲在家中不敢出來。難道今年姐姐想開了，也是想要參加詩詞比試了？姐姐，你連大字都不識幾個，還是不要比試了吧。若是比試輸了，不但丟鳳丞相府的臉，還會丟離王府的臉。你並非真才實學，何必自欺欺人，自取其辱呢？妹妹勸你，還是不要參加比試的好。我想怎樣，還輪不到你來瞎操心。你不是一向自詡為才女嗎？不如我倆比試比試如何？我估計你肯定不敢參加，畢竟你若比試落敗了，不但會丟鳳丞相府的臉，還會丟太子府的臉。你並無真才實學，何必自欺欺人，自取其辱呢？姐姐勸你，還是不要參加比試的好。
眾人聽說太子妃和黎王妃竟然要比試詩詞，紛紛圍上來看熱鬧。天哪，黎王妃也敢比試作詩？这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比的吗？哎，你可别说啊，听说上次在探春宴比试数数，他赢了太子1万多两银子呢，人家挺厉害的。嗨，数数可以糊弄，可作诗凭真才实学，我不信他能作诗。他会不会，待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太子妃殿下，要不我们2对1和他相比，绝对能胜过他。别忘了，我在去年桃花宴可是夺了第1名，我们2人一起，还怕他一个人不成？对付这种人，不是绰绰有余。姐姐若真想比试诗詞，我便陪你比一下。不过有我和收起与你比，姐姐若是输了，千萬別撒潑打滾，尋死覓活呀！妹妹竟然想2比1，我還以為我聽錯了呢。你這臉皮未免也太厚了一些吧？待會兒輸了，妹妹千萬別撒潑打滾，尋死覓活的。畢竟妹妹代表的乃是太子殿下的顏面呢。瑤瑤，你真要和他們2人比試嗎？不如我也參加，我們2人對他們2人才算公平。說好的3人比賽，王妃卻想加人進來，你打算加多少人啊？比不起便不要比，免得別人說王妃說話不作數，貽笑大方。劉淑嫻，明明是你們不要臉，想以2對1欺負瑤瑤，你怎麼不說自己臭不要臉呢？感情你們不要臉就可以，別人不要臉就不行是吧？21天不出擊，你們怕不是個壞蛋吧？花不落，你別太囂張，這位可是太子妃殿下，連皇上他老人家都來了，不也得講道理？就算是太子妃，也不能不講理吧？你以為所有人都和你一樣臭不要臉？你們想2對1和我比試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不過比試規則必須我說了算。請問各位夫子，他們2人想和我比試作詩，不知能否由我來定規則？當然可以，王妃以少對多，便由王妃定規則才算公平。敢問夫子，為何讓他定規則？為何不能讓我來定規則？便宜都讓你佔了，你讓別人怎麼辦？做人要有底線，2比1已經讓你佔足便宜了。王妃想定什麼題材，做什麼詩，不妨說出來，讓在下聽聽。那便以桃花江對面的桃花作詩吧。至於是5言還是7言，不做限制。實現要求嘛，乃是1炷香的功夫。好，那便按照黎王妃的要求比試，大家切記，做的詩不能是別人寫過的，需有自己的風骨和特點，否則判輸。童子燃香，請各位開始作詩，請將你們做的詩用紙寫下來。一位童子拿出燃香點燃，鳳福雪和劉淑琴握着毛筆，一臉嚴肅，都露出苦思冥想的表情。反觀鳳福瑤大剌剌地坐着，俏麗的容顏顯得十分淡定，一副無所謂的樣子。哎呀，剛才大意了，我以為吟詩就行了，沒想到還要用筆寫出來。這些日子我看了幾本書，好不容易認出部分繁體字，若是全部寫下來，對於我來說還是有些困難的。更何況我根本不會寫毛筆字啊！哎，看來今天要打臉了。我得想一首最簡單的繁體字比較少的古詩了。咦，誰讓你平時不練毛筆字的？這事我可幫不了你。不過只要詩文好，就算字寫得不好，應該也沒有關係吧？只是就論詩文來說，你不是分分鐘碾壓他們這些古人嗎？畢竟你腦袋裡裝了古詩300首呢。哎，快看快看，他連筆都不會拿，還談何作詩？那是拿筆嗎？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拿着棍子呢。我懷疑呀，他是來濫竽充數的，明明不會，何必打腫臉充胖子呢？連筆都不會拿，肯定連字都不會寫，丟臉丟大發了。鳳福雪身為太子妃，便想率先拔個頭籌。他就不信在作詩方面，他還比不過一個一無是處的鳳福瑤不成。率先提筆在紙上刷刷地寫了起來。他寫的毛筆字雖然不是那麼美，但勝在工整，一筆一畫規規矩矩。桃花開時不見人，桃花林中清風吟。若把人面比桃花，春意如歌似江水。還可以，不過對仗似乎不太工整啊，感覺很一般。劉淑琴稍一思索，也提筆寫了起來。她寫的毛筆字均秀端正，十分秀麗，看上去賞心悅目。忽聞桃花滿山谷，匆匆尋到山林叢。只聽雁歌傳聲遠，不見桃花庵中人。對仗工整，意境悠遠。好詩，好詩啊！不愧是大才女，出手不凡，令我等佩服。鳳福瑤略一思索，也提筆刷刷地寫了起來。人什麼四月芳菲什麼不認識，山寺桃花始盛什麼不認識，
什麼恨什麼的不認識，不知什麼入中什麼不認識呀！老天爺，這寫的都什麼字啊？一個個歪歪扭扭，跟鬼畫符似的。他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他呀！原來黎王妃真的不識字。姐姐，你看看你寫的字，簡直慘不忍睹。你連字都不認識，何必來比試作詩，丟人現眼呢？你連我詩文內容都不知，有資格評論我的詩嗎？你寫的詩我剛才聽了，對仗不工整，更沒有意境，也就不怎麼地嘛。就算字寫的再漂亮，內容空无一物，豈不是白搭？就算我寫的不行，也比你強。你臉皮厚實，確實比我強多了。行不行不是你自己說了算，而是這4位夫子和眾人說了算。我還說我是長安城大才女呢，你信嗎？喲，原來黎王妃是真的不识字啊！你剛才非要和我比試，還要以1對2。我本以為黎王妃肚子裡是有點墨水的，沒想到你竟然連字都不會寫。一個連字都不會寫的人，能做出什麼好事？不會就是不會，承認自己不會有那麼難嗎？夫子，我們都在規定時間做完詩，請問誰勝誰負呢？黎王妃連字都寫不利索，這場比試肯定是她輸了。還請夫子公布一下比試結果，讓某些人狠狠打臉。劉淑琴，你說我輸我便輸了，你是不是把自己當成夫子了？請問各位夫子，我們剛才的比試到底是作詩還是寫字？我怎麼記得是作詩而不是寫字呢？有些人是不是選擇性失憶呀？自然比的是作詩，寫字只是将做的事表達出来，写字寫得好還是差，並不影響诗文的評判結果。趙四爷，既然是比试作詩，写字自然也应该在比试之列呀。这一首诗文的好坏，用好看的字和不好看的字写出来，完全是2种感受。再好的詩文用鬼画符写出来，誰能看得明白呀？我写的字確實不怎麼樣，這一點我是要承認的。因為我小時候貪玩，練字練得少，還因此被爹爹責罰過。但是我知道，判斷一首詩的好壞，要看其對仗是否工整，意境是否深遠，表達是否貼切，讀起來是否朗朗上口，而不是看字寫得好不好看。畢竟一首詩被人寫出來，會經過不同之人傳頌，不同的人寫的字不一樣，這要如何評判詩文好壞呢？繡花枕頭好看嗎？可繡花枕頭裡面裝的是糟糠，繡花枕頭華而不實，從來未曾千古流芳。哼，強詞奪理，強詞奪理！童子，去將他們3人的詩作掛在展示板上，我倒是要看看黎王妃能寫出什麼不得了的詩來。一個寫字都寫不利索的人，能做出什麼好詩啊？趙夫子，能麻煩找個人幫我把我寫的詩謄寫一下嗎？抱歉啊，有些字我記不住，寫出來確實難登大雅之堂。去將王妃的詩作取過來，我親自幫王妃謄寫。什麼？趙夫子竟然願意幫鳳扶搖預寫詩文？童子很快将鳳扶搖的詩取了過來，擺在他的面前。還請王妃將詩文複述一遍，在下幫王妃謄寫。人間4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哎呀，好詩好詩啊，真乃千古絕唱也。沒想到黎王妃深藏不露，竟是一位難得的大才女啊。這麼多次桃花宴，在下從來未曾見過哪個女子能做出如此絕妙的詩文。黎王妃真乃我大龍國的才女，請受在下一拜。鳳扶搖急忙側身避開。不敢當不敢當，夫子過獎了，我只是隨便做做而已，夫子抬舉我了。今日只是勉強做出一首詩，不值得夫子誇讚。沒想到啊，王妃為人如此謙虛，實在令在下佩服啊！難怪能和黎王爺聯手抓捕採花大盜，真乃天下女子的楷模也。憑什麼說他做的詩比我做的好？說不定他是偷盜別人的詩呢。你們3人寫的詩我都看過了，無論是從對仗還是從意境等各個方面來看，黎王妃做的詩都遠遠勝過你們2人做的詩。所以呢，你們3人的比試，我判黎王妃勝出。我今日也可以將話擺在這裡，黎王妃今日做的詩，乃是所有桃花宴中最優秀的詩。黎王妃乃是我大龍國才女，實在太棒了！黎王妃，你真厲害，不但能抓賊，還能做香水。今日作詩又做出千古絕唱，你是我們所有女子的榜樣呢，我太佩服你了。3人拼命鼓掌，其他人也跟着鼓了起來。一時之間，掌聲雷動，久久不息。再也沒有人認為她是一無是處的繡花枕頭了。黎王妃，最近大火的楚楚留香，原來是你開的？那香水是你自己做出來的嗎？這也太厲害了吧！我們以後去買香水，能給我們優惠嗎？凡是評桃花宴的帖子，去楚楚留香購買香水者，都給8折優惠。
從明日起為期1個月，過期不候。大家明日起都可拿着帖子去購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明日要去抢购香水。正在此时，刘淑琴突然疯狂挠着手臂，扑通跪在众人面前。哎，刘家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就算比试比输了，也犯不着当众跪下呀。就是啊，你这跪得莫名其妙，还哭得死去活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欺負你呢。我爹曾养过一个外室，为我生下一个弟弟。我弟弟还未滿月時被我娘得知，我將我弟弟摔死了。我娘生我時身體受損，再也生不出兒子，所以不能讓小妾生兒子。無論誰生下兒子，我都會將他摔死。此言一出，四周詭異的安靜下來，繼而一片嘩然。去年我參加桃花宴詩文筆試，取得第1名。其實那詩不是我做的，而是林夫子先幫我寫好的。林夫子是我表哥，收了我爹賄賂，才特意照顧我的。他還向我爹求娶過我，但我爹看不上他。我爹想讓我嫁給太子，成為太子側妃。表哥送過我許多次禮物，還多次偷偷強吻我。我的天哪，這女人恬不知恥，自己做的破事竟當眾講出來。就她那張斜拔子臉，還想嫁給太子殿下當側妃，笑死個人了。啊，這女人又惡毒又齷齪，丟人丟到家去了。這誰娶了誰倒霉。林夫子居然公然作弊，為他寫詩，幫他得了第1名，真是罪不可赦。劉淑琴，你這是一派胡言！本夫子何時收過你爹的賄賂，還強吻過你？你長得如此磕碜，本夫子哪兒瞧得上你？你休要胡言亂語！本夫子沒有強吻過你，從來沒有過！休要給我亂扣屎盆子！去年桃花宴前2日，你親手寫了詩交給我爹，你說只要我參加桃花宴作詩比賽，便能獲得第1名。後來你送了我1隻金釵，1隻手鐲，還送了我1對耳環。你說這些首飾都是在長安城最好的首飾店買的。你不但強吻我，有一次更是趁我爹不在，你偷偷溜入我的閨房，強行和我發生過好幾次關係，逼我嫁給你。你叮囑我不要說出去，你說我是這世上最美麗的女子，你對我一見鍾情，非我不娶。劉淑琴，你可真會異想天開！你看看你長得如此醜陋，我從來未曾送過你禮物，更沒有與你苟合。你今日與黎王妃比試輸了，便胡言亂語，瘋瘋癲癲的，真是不可理喻，不可理喻！天下怎麼會有你這等無恥的女子？他說你是這世上最美麗的女子啊！你們倆還私定終身，無美苟合？老天爺，你倆還真是臭不要臉，天下絕配呢！做人怎能如此不知廉恥啊？太讓人惡心了！真是不知廉恥，這種事兒竟然當眾說出來，哼！見過傻的，沒見過傻成這樣的，不守婦德，有傷風化。以後啊，看誰還敢娶她！大家都亢奮得不得了，議論得熱火朝天。劉淑琴說完這些話，渾身瘙癢，鬼一般的消失了。然而當她終於回過神來，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話的時候，頓時羞恥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才好，無力癱倒在地。天哪，她剛才都說了什麼亂七八糟的話？完了，她全完了呀！風拂雪本來和劉淑琴站在一起，見狀也悄悄地溜到人群後面。和劉淑琴這種人站在一起，真的是讓人羞恥。林夫子滿臉驚懼，慢慢退到人群後面，撒開腿便往外跑。哪知跑得太快，腳下一個趔趄，一下子撲倒在地，摔了一個狗吃屎。林夫子去年公然在桃花宴上徇私作弊，抓住他送天道閣查辦。哼，這種人行為卑鄙，不知廉恥，真乃國子監的恥辱。劉淑琴趴在地上瑟瑟發抖，心裡又氣又急又羞憤，暗暗思考着如何才能夠洗刷剛才的屈辱。想起每次父親指責母親都會裝瘋賣傻亂砸東西的情形，於是心生一計。神仙，好多神仙呀！你們是不是從天上下凡來的神仙？帶我飛，快帶我飛上天！我要飛上天！眾人面面相覷，一時不知道這女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不會是在裝瘋賣傻吧？王妃，大長公主請王妃前去群芳谷賞花。大長公主請我去群芳谷賞花？群芳谷又在何處啊？稟王妃，群芳谷在桃花源東北角，是一個大大的花圃。多年前，大長公主便讓人在此處種植各種花草。群芳谷依山傍水，每年春天百花盛開，景色優美。不過此處並不對外開放，只有皇族之人才能進去。哎，瑤瑤，我們陪你一起去，我們也去賞花。王妃也請帶上我不會拖你後腿的。聽說群芳谷中有很多稀有品種的花，一到春天便滿園錦繡，特別漂亮。平日只對皇親國戚開放，我聽說過很多次，想看也看不到。那就一起去吧，我也想見識見識稀有品種的花。大長公主吩咐，只請黎王妃一人入園，還請3位留步。又不是去赴宴，只是賞花而已，為何不能同去？我們只是陪着瑤瑤，不會搗亂的。那我先進去幫你們看看，若是好看，下次我一定帶你們進去。這一次就算了，你們先在外面賞桃花，我待會兒就出來。
群芳谷只有一個入口，入口處有侍衛把守。抱歉，還請你倆留在外面等候。大長公主擔心人多會踩壞稀有品種花卉，所以除了主子，其他人不允許隨便進入。王妃，谷中空氣濕潤，地上濕滑，您千萬當心，不要摔着了。王妃，您进去注意安全，小心別滑倒了。有什麼事情您就喊一嗓子，我們馬上衝進來幫你。放心吧，我只是進去賞花，不會有事的。若半個時辰還未出來，你們便去告訴侍衛，讓他去找王爺。我想朗朗乾坤的，大長公主還不至於害死我吧。凤扶搖隨着婢女從草木茂盛的入口進入群芳谷，谷中樹木茂盛，流水淙淙，鳥語花香，百花争奇鬥豔，景色宜人。鳳扶摇總覺得這裡的花草顏色過於嬌豔，嬌豔的讓人晃眼，空氣中散發出一股濃郁的花香，以及說不清道不明的沉浮氣息。宿主，這裡面有貓膩。中間那座山腹是空的，裡面空間極大，山腹中關着不少人，是一群奄奄一息的少女，至少有數十人吶。這群芳谷中陰氣好重，應該死過不少人。哎，不對，這花下埋着數百具人類屍骨，你看看周圍花草，顏色是不是特別嬌豔？中間那座山腹是空的，裡面關着不少奄奄一息的少女，花下埋着不少死人的屍體，難道是那些少女的屍體？這一片花草顏色確實特別嬌豔，和正常花朵不一樣。難道這群芳谷便是大長公主蓄養血奴之處？她定是擔心養在公主府會敗露，所以將血奴養在此處，以滿足她的變態慾望。這個大長公主實在可恨，簡直是變態惡魔！我一定要想辦法戳穿她的陰謀，救出那些可憐的少女。我能肯定，山腹中確實養着不少血奴，因為他們血氣都非常低弱。大長公主請你來，肯定不會好意，你一定要當心。鳳扶搖暗暗點頭，隨着婢女沿着台階慢慢走向山上的涼亭。這血色美酒味道實在是不錯，尤其是14、15歲少女的血，效果最佳。坐在此處欣賞美酒，品嘗美酒，真讓人心情愉悅呀。本宮已經幫你們將她請過來了，待會兒如何對付她，就看你們自己的了。本宮可是冒着生命危險在幫你們做事。事成之後，別忘了將那20萬兩銀票交給本宮。大長公主將酒杯裡的血色美酒一飲而盡，望着慢慢走上來的清純少女，嘴角露出陰險的冷笑。扶搖見過姑母，姑母一個人在此處賞景，真是好興致啊！這群芳谷的風景真是不錯，讓人流連忘返。我走進來時，差點以為自己進入了仙境呢。趕緊坐。這座涼亭幾乎將桃花源的美景盡收眼底，風光是極好的。坐在此處，能看見碧綠澄清的桃花江，能看見美若畫卷的桃花源，還能看見宛如錦繡一般的群芳谷，流水瀑布，百花吐豔，令人見之忘俗啊！先帝在的時候，群芳谷便是由本宮一點一點帶人建起來的。先帝進來看過之後，對此處是讚不絕口。當今皇上也非常喜歡進來遊玩啊。對了，看到後面與雁羅山相連的那處沒有？那邊還有一處瀑布呢。平時啊，也只有皇室之人才能進入這群芳谷賞玩，普通人那是想進也進不來的。本宮今日請你來，是想讓你陪本宮聊聊天，賞賞景。你不會嫌棄本宮這個老婆子吧？哎呀，姑母容貌嬌豔，保養極好，看着比我還要年輕幾歲呢。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我姐姐呢，怎麼會是老婆子呀？姑母怕不是對自己的美貌有什麼誤解吧？姑母的容貌倾國倾城，保養的又好，真心讓人羡慕。鳳扶摇奉承幾句，讓大公主心情大悅，起身親自為鳳扶搖倒了一杯香茗，又倒了一杯淡粉色的桃花美酒。扶搖啊，你可真會說話，姑母都快被你誇上天去了。來，這茶葉呀，是我特地讓人曬制的桃花茶。這美酒乃是用桃花源裡的桃花釀制的桃花酒，你不妨嘗一嘗，看看味道如何呀？哼，鳳扶搖，你就等着本宮毀了你吧！姑母對你一見如故，特別的喜歡你，拿你當女兒一樣看待。你小的時候，姑母還抱過你呢，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呀？你小時候啊，長得粉雕玉琢的，可愛極了。只可惜呀，你母親生你的時候难產去世了。宿主，茶水和美酒中都放了双重分量的迷药，无論你喝哪一種，都會中他的奸氣。至於他說的抱過你，這件事情我也查到了。那次你才2歲，大長公主第一次見你，便差點將你活活捂死，還好被跟進來的嬤嬤看見，才將你救下。否則啊，你早就死在大長公主的鷹爪之下了。這女人心如蛇蠍，不是好鳥，你一定要當心。